第231集，这里是府衙。离开房间下楼，他们召集宋天风和朱广孝在内的4名铜锣，1名相熟的银锣，6名虎贲卫，骑乘马匹赶往府衙。周民是有编制的朝廷命官，但凡朝廷命官离世，府衙要负责验尸确认死因。像周民这样家人不在本地的官员，府衙还得负责保管他的遗物，等待死者家人或朝廷来取。许七安控制着马谡，时而看一眼一族给的白帝城堪舆图，摸索了将近1个时辰，终于看到了府衙的大门。按照官场规矩，这种遗物经手留3成，贪心的甚至高达5成，也不知道周经历的遗物能留多少。姓唐的银锣感慨道。许七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潜规则，脸色一沉。大凤的律法里有没有关于此类事件的惩罚？当然是有的，私吞朝廷命官的财产，视财物贵重程度而论，轻则停杖50，重则停杖革职还罚款。许七安点点头，突然问道：打更人衙门也是这样？哪儿敢呢，魏公明令禁止，而且咱们打更人和这些当官的不一样，同组的打更人都是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去青楼的交情，谁敢私吞，当兄弟的也不同意啊。宋霆锋笑哈哈的点头。对头，哪天宁燕你牺牲了，谁敢私吞你的抚恤金，老子一准要他狗命。总感觉你这话哪儿不对呀。许七安懒得吐槽这个眯眯眼。进了府衙，2名身份后，一位穿青袍的正7品官员出来迎接，自称府经历。为了防止下人偷窃财物，周经历的所有物品都存在府衙的库房里。这位掌管收发、出纳、库房诸事的经历，领着许七安等人来到库房，手里拎着一串沉重的钥匙，熟练地找出正确的那枚，打开库房的铁门。周民的遗物里有字画、衣物、古玩、笔墨、纸砚等等。许七安事无巨细地逐一看过去，看到只有30两银子的遗留后，沉声问道：经理大人，这不对吧？周经理堂堂正6品，在职20多年，1年宰1两，也不止这么点吧？大人，那是20两。府经理笑呵呵地说道：你还敢跟我皮？许七安盯着他。私吞朝廷命官的遗产，视财物贵重程度而论，轻则停杖50，重则停杖革职罚款。周民是打更人的案子，他殉职了，远在故乡的家人还不知道噩耗，人死不能复生，这个许七安没有办法，但保住对方的遗物，尽可能的归还家人，这个他可以做到，也应该做。竟是个愣头青啊！许经理是个老油条了，摊了摊手，无奈道：许是那周经理沉迷美色，或有其他消遣，花钱如流水，反正就这么点家当。他一副有恃无恐的姿态，面带戏谑微笑。遗产这东西啊，府衙先经手的，府衙说多少就是多少，不服气有本事让死鬼还阳啊！许七安指着自己的腰牌：云州的官员是不是不识得打更人？府经理呵了一声：打更人监察百官，本官自然听说过的。那就是只听说没经历过。你缺少打更人的毒打！许七安抬脚直踹府经理的小腹，砰的一声，府经理肥胖的身体倒飞着撞在墙壁，震得灰尘簌簌掉落，痛苦地缩成虾状，五官扭成一团。经过几秒，他才发出呻吟声。许七安抽出刀搭在他的后颈，居高临下的俯视：本官随巡抚大人来云州查案，有便宜行事之权，就算杀了你，巡抚也能为我兜下来，你信不信？
傅经理喘了几口粗气，不可置信地强调道：“这里是府衙。”“哼，府衙？府衙怎么了？老子在刑部衙门口都敢杀人，杀你一个区七品经理很难吗？”许七安压了压手，锋利的黑金长刀瞬间割破这位经理大人的后颈。后者明显感受到后颈传来的疼痛，以及自己温热的鲜血流出。还真敢杀我！傅经理心脏紧缩了一下，慌张地看向其他打更人，寄希望于他们能阻拦这个无法无天的同伴。但宋霆锋等人的态度让傅经理心里一沉，平静、冷漠、袖手旁观。他早听说过打更人的恶名特别嚣张，但要说打更人敢在衙门里杀害朝廷命官，他是不信的。宋霆锋迎着对方的眼神，笑得眯起了眼睛。经理大人，你侵占朝廷命官的遗产，即使这会儿不杀你，回头把你关到牢里，照样有法子整死你。唐银罗补充道：“这才是我们打更人惯用的手段，到时候问出来的就不是遗产这么简单了。”下官知错了。傅经理咽口水，脸色惨白的认命。许七安这才收了刀子，踢一脚傅经理：“去，把收过银子的人都喊到大堂，本官要逐一问罪。”傅经理捂着鲜血直流的后颈，跌跌撞撞地离开，直到他的背影看不见。许七安收回目光，继续地检查遗物。唐银罗措辞：“你是怕有线索的遗物被侵吞，导致案子查不出来？”如果是周明真的在遗物中留下线索，那么他不可能会选择那些贵重的、容易让人生出贪婪之心的物件。许七安说着，抬头看了他一眼：“我只是想拿回属于周明的东西，待案件结束，转交给他的家人。”“你的品德值得我欣赏。”唐银罗赞叹道，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虽然你很好色。”“不，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连死人财都不放过的家伙才是烂人，是垃圾。”许七安在心里吐槽。另外，男人的事儿能叫好色吗？分明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许七安想起以前看过的段子：“虽然我喝酒抽烟纹身泡夜店，但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孩。虽然我白嫖加白嫖，但我知道我是个好男人。”10分钟左右，一名穿青袍绣白弦的官员走进库房，身后跟着简单包扎过脖颈伤口的府经理，以及同样穿着青袍绣露丝的官员。在官场，只要看官服就知道对方是极品，从而猜测身份。比如这位绣白弦的青袍官员是6品，府衙里只有知府是正6品，只认衣衫不认人。这句话最初就是从官场流传出来的。脸蛋圆润、中年发福的知府热情地迎上来，到了许七安等人近前，他痛心疾首：“本官惭愧啊，本官御下不严，竟让他们做出这等丢脸的事儿来。”他自我检讨着，掏出一个鼓胀胀的沉重小包裹：“这里是150两，是周经理的遗物，本官已替他追回了。”这种小事不需要施展望气术，益州知府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退让，其实全看在巡抚的份上。许七安正是料到这一点，才有恃无恐。知府若是不买账，他正好去张巡抚那里告状。当然，这种事情可能性不大。他相信益州知府有这个智商，所以许七安伸手接过，掂量几下，没有死缠烂打。“知府大人，帮忙准备马车，本官要将周经理的遗物带回驿站。”第232集案情分析。知府呢，先是看了一眼胸口绣银罗的，见这位沉默不语，心里就有数了。
在场是这个与自己说话的铜锣为主。一定。许七安留下2名虎贲卫，与府衙的衙役配合，运送周民的遗物回驿站。他们则骑马出了城，随行的还有府衙的一位快班捕手，也叫快手。周明的尸体被埋在城外30里的乱葬岗中。这年代的乱葬岗更像是前世的公墓，坟头一座连一座。乱葬岗里葬着的都是贫苦人家的亡者，家境殷实些的会请风水先生挑选木纸。几位大人，周经理的坟就在这里。快手指着一棵柳树，柳树下有一座小小的坟包。几名虎贲卫摘下挂在马钩上的铁铲，你一铲我一铲地挖开了坟头，土屑飞溅，随着咚的一声闷响，铁铲撞到了棺材。虎贲卫们抹去棺材外的泥土，哐的一声撬开薄棺，一股难闻的恶臭味涌出来。众人齐齐后退了几步，武者嗅觉敏锐，更加受不得这种恶臭。许七安取出一枚瓷瓶，把里面的小药丸分给众人服下，这是司天剑术士给的防疫杀毒的药丸。接着他掩住口鼻，走到棺材边，一具身穿白衣的男尸静静地躺着，铁青的脸仰对着天空。他的皮肤是青黑色的，布满深浅不一的尸斑，脸上腐烂出几个孔洞，蛆虫在肉洞中蠕动，身躯略有肿胀，这是死后皮肤组织充满腐败气体导致的肿胀现象。这时候的皮肤只要轻轻一戳就会破裂，腥臭的血水喷溅。许七安以前学过这个知识，但是呢，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妈哎，老子要裂开了！许清安强行忍下翻涌的胃酸，沉声说道：“解开他的衣服。”虎贲卫认命地看了他一眼。哦，是。半个小时后，许七安看完尸体，初步断定，确实非外力致死。他没在尸体上找到致命伤，重新埋好周民的坟。府衙的吏员领着他们在附近的小溪里清洗了一番，然后返回白帝城。死因差不多可以确认，就是无神教的人干的，梦中杀人，四品巫师的手段，那他要杀我们是不是很轻松啊？目前唯一的线索是半块玉佩，可是单纯只是玉佩，没有更多信息的话，无从查起啊。下午2点半返回驿站，张巡抚带着一群铜锣银锣，正对着周民的遗物翻来覆去，寻找线索。张巡抚眉头紧皱，看了1个时辰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打更人们摇头。张巡抚严厉质问：周民不是打更人的案子吗？你们打更人没有联络暗号？根本对不上。一位银锣门生说道：会不会早就被凶手拿走或毁坏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没用的废物。另一位银锣猜测：这都过了半个月了，什么线索都没了吧？还怎么破啊？谁都破不了。一位铜锣嘀咕：废物。张巡抚心里有些烦躁，他是御史出身，不通刑案，只能依仗这群打更人。可打更人们打架在行，查案呢就有些外行了。直接让术士去质问杨川南吧。馊主意。哼，4品以上，术士的指控便不做准。本官知道他杨川南勾结山匪，可是证据呢？没证据怎么治罪？怎么治一个2品的都指挥使？打更人们叹息着摇头。行了，巡抚大人别为难他们了，周民确实没有使用暗号。江律中摇摇头，感觉到了棘手。
原以为周民会用打更人独有的暗号做联络线索，指引着他们找到证据，但检查了遗物之后没有任何发现。张巡抚无奈，也有可能是被凶手毁掉了。那怎么办？一位云罗问道。就只能指望许宁燕了。他能在卷宗中找到税银案的破绽，能在桑坡案中查出平阳郡主的旧案，未必不能查出这次周民的无头案。可要怎么查？本官怎么知道？张巡抚瞪了眼说话的铜锣。这时许七安正好走进来，身后跟着随行的打更人和虎贲卫。张巡抚眼睛一亮，验尸结果如何？与府衙的验尸格目一样，尸体方面不会有什么发现了。巡抚大人有些失望的点点头。听说你伤了府衙的精力。我有分寸，不会杀人的。许七安指着这些遗物，有没有线索？一众打更人摇头。没找到联络暗号，或许是被人毁了。江律中叹了口气，哎呀，宁烨，只能靠你了。他旋即环顾众人，沉声说道：你们都学着点，看看他是怎么破案的，谁能学个10之1二，老子重点培养。这些铜锣银锣都是他麾下的。江律中一直很想要许七安，但是魏公不给，他只能出此下策，让许七安来培养他麾下的打更人。许七安寻了个位置坐下，没有继续检查遗物，沉思片刻。打更人衙门的暗号保密吗？银罗以上都知道，与案子接触过的铜锣也知道，那就是不够保密。许七安给自己倒了杯水。周民极有可能没有使用衙门的联络暗号。何以见得？如果暗号保密级别高，凶手不可能在一众遗物中准确找出线索并毁掉，那么暗号现在应该被我们找出来了，可是没有。如果保密级别不高，周民作为20年的老案子，经验丰富，思虑周全，怎么可能会用这种粗陋的方法？太容易被破解。所以这事儿其实不复杂，答案只有一个，他用了其他方式藏证据。打更人无声对视，都有些震惊。对啊，是这样。乍一看没有头绪，其实只有一种可能，周民用其他法子藏了证据。打更人们振奋击掌，只觉得豁然开朗。张巡抚微微颔首，继而皱眉。可是我们也随之陷入迷茫，如何找出他藏起来的证据啊？那让我们从头来分析。第233集，解开谜团。许七安环顾众人问道：那让我们从头分析，如果你们是周民，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打更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用打更人衙门的暗号，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暗号保密等级不够高。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废话，谁都找不到的话，那藏证据的意义在哪儿？说到这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场面陷入短暂的寂静。许七安打了个响指，看着那位无意中道出玄机的铜锣。没错，周民藏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被找到，被我们找到。顺着思路，你们再去想。张巡抚以拳击掌，一叠声的称赞，略显亢奋地说道：是这个道理，周民不会把证据藏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那么藏着线索的物件不会贵重，但很显眼。一下子所有人的思路都打开了，感觉触碰到了新世界的大门，兴奋地开动脑筋。几分钟后，打更人们茫然地对视。可是这些物件都检查过了呀，没有暗号，也没有能与玉佩契合的。
新世界的大门轰然关闭，又开始怀疑人生了。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许七安。前置线索太少了，无从查起。不过查案就是要找线索，一个好的刑侦专家善于从各个角度推敲，从细节里寻找线索，而菜鸟只会像小朋友一样满脑子问号。许七安对众人的目光视若无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没有头绪？一位银罗忍不住问，但话没说出来就被姜律中封住了嘴。别打扰他。姜律中沉声说道。张巡抚也压了压手，示意大家稍安勿躁。他把宝都压在了许七安身上了。这个年轻的铜锣用自己的战绩证明了他的价值和能力。张巡抚忍不住想，魏公之所以派许七安来，是不是料到了云州的变化呢？正因为料到此案的艰难，所以才派遣许七安这位破案奇才来为本官助阵。魏公果然深谋远虑，布局深远呐。相应的，神机妙算的魏公会派许七安来，说明他一定能破案。张巡抚呢，暗暗的振奋，感觉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起来，不再那么烦躁。他是御史出身，破案那真是太难为他了，还好有许宁燕呢。许七安不知道张巡抚丰富的内心戏，他沉浸在自己的推理中。这些遗物里真的有线索吗？如果我是周民，我会想办法给打更人留线索，但未必会留在遗物里，因为这太容易破坏了，只需要一场大火就能化为灰烬。但不留线索又不行，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双线操作，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双线操作。杨英英就是周民的另一个篮子。杨英英是意外收获，并不是周民留给打更人的线索。既然周民的遗物中没有寻找到线索，为什么不试着从杨英英这里突破呢？想到这里，许七安精神一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练神境的银罗们敏锐地察觉到许七安的情绪变化，他们也随之精神一振，正要发问，发现许七安眸子重新暗沉，又陷入了苦思之中。名侦探许宁燕的推理再次遇到了一个瓶颈，那就是杨英英身上的线索太少。还是那个问题，线索太少了，单纯只是半块玉佩，顶多猜测它是某种信物。重新梳理头绪，把周民的另一条线排除，专注杨英英这个篮子。假使杨英英到了青州，找到紫阳居士并奉上玉佩，道明原委。许七安在大脑中模拟着过程。那紫阳居士该怎么做呢？他也将面临我现在的困境，缺乏线索。一头雾水又缺乏线索的情况下，肯定是想办法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怎么获取信息呢？当然是问带来玉佩的人了。对，就是询问带来玉佩的人。我想到了。想到什么了？许七安大声说道。所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想到了什么。不急，许七安吩咐，喊杨英英过来，我有话要问他。快去！张巡抚催促道。一名铜锣当即上了楼，把吃完饭就待在房间里不出门的丰腴少妇给请了出来。杨英英还是初见时的粗布衣裙，盈盈施礼。大人唤民妇下楼，所谓何事？周民当夜把玉佩交给你时还说过什么？除了民妇先前说过的那些，周大人并没有额外交代，要不然民妇不会忘记的。他一下子称周民为夫君，一下子称周大人，这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心里认定周民是夫君，可又觉得自己没有名分，名不副实，因此称呼反复变化。
许七安摩挲着茶杯，肯定还有交代的，不然紫阳居士就算是神仙也束手无策。周民是资深的暗子，智商绝对在线啊！杨英英不知道，可能是他并没有察觉。你把周明当晚与你说过的话转述一遍。这……杨英英为难，民妇哪里还记得？不需要你一字不漏，讲个大概便是。许七安安慰道，同时心里微微一沉。杨英英之所以不记得，恐怕那晚两人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就像你走在大街上，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不会去记得他们的模样，甚至连衣服颜色都转头就忘。越平常，越不会记在心里。那晚周大人来找民妇，还顺与以往一样，给我带了些胭脂水粉和小礼物，再就是一壶酒、几斤猪头肉。对酌时，他照常与我唠叨了些官场上的事，以及云州的匪患。但因为民妇一介女流，不爱听这些，因此周大人没说太多，而是继续猜字谜。吃完饭，民妇服侍他时，他才与我说起那件事，并把半块玉佩交给了我。许七安让他重点讲了官场和匪患，但发现那只是周民的抱怨而已。字谜呢？都有哪些字谜？杨英英想了想，柔声开口10张口，1颗心。许七安刚要想，张巡抚便抢答了：死。正是。杨英英继续说道：千里丢一，百里丢一。我。杨英英点点头。一口吃掉牛尾巴。告。巡抚大人厉害呀！打更人和虎贲卫投来敬仰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张巡抚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那种终于不是毫无用处，本官亦是人中龙凤，岂能让许宁业一枝独秀的畅爽感油然而生。猜字谜对读书人来说完全是家常便饭呢。许七安不满张巡抚总是插嘴，打断自己的思路，敲了敲桌面：巡抚大人，我也有一个字谜，困扰许久。张巡抚微微颔首，示意他出题。文姑娘嫁人。张巡抚先是眉头微皱，接着眉头紧皱，然后脸色僵硬，最后整个人都茫然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七安满意的点点头，看向杨英英，让他继续说下去。最后2个分别字谜是白玉无瑕和日月同天，前者是黄字，后者是明。许七安吩咐同僚找来纸笔，在桌上铺开，写下司、伯、告、黄、明5个大字。姜律中反复看了许多遍。这5个字代表什么意思？5个字无法串联起来，每个字都是独立的。周民想表达什么？或者真的只是随口玩的字谜？许七安转头看向张巡抚，巡抚大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罢了，这5个字显然不是字谜，那么巡抚大人的作用就没了，让他去跟文姑娘较劲儿吧。随后许七安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倘若这是周明要透露给紫阳居士的线索，那么他不会太深奥晦涩，必须是第一次来云州的人也能轻易发现的。什么东西是初来乍到也能轻易发现的？换个思路，什么东西是初到云州的人所需求的？哎，想到了！许七安长长吐出了一口气。我解开谜团了。第234集，又是一场头脑风暴。解开谜团，查出来了。在场众人均面露狂喜之色，但又觉得难以置信，怎么做到的呀？明明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么一桩无头案，他轻易的就解开谜团了？
明明大家都参与到案子里了，都进行了一番讨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线索，大家一头雾水，凭什么他就解开了呢？许宁燕真的恐怖如斯吗？在文姑娘出嫁的字谜里钻牛角尖的张巡抚浑身一震，突破了封印，狂喜地拽住许七安的胳膊。这一刻，老张失了巡抚大人的架势，一叠声地追问：“你解开谜团了？当真吗？当真吗？”这时候我要说骗你们的，估计会被打死啊！许七安起身往外走去，至少有重大突破了。在众人的目光注视里，他来到驿站的院子，从马匹的挂带中抽出那张堪舆图，返回大堂，在桌上摊开。字谜的玄机就在堪舆图中。许七安双手按住地图，抬头环顾众人。仅仅靠一块玉佩是传达不出信息的。周明会想办法让英英夫人带去更多的信息，但为了保密，他采用了猜字谜的方式。他瞒过了所有人，包括英英夫人，但以子阳居士的智慧，只需要仔细询问，必然能勘破字谜的秘密。朱广孝皱着眉问：“那为什么字谜的秘密是在堪舆图？”因为堪舆图是最容易得到的东西，也是首次来云州的子阳居士必定会入手的。对呀，堪舆图驿站里就有，初来乍到，入手一份堪舆图是首要选择。众人恍然大悟。我的推理是对是错，大家一起来验证。许七安低头看向地图，字谜提供的5个字体分别是思、博、告、黄、明。众人哗啦啦地涌到桌边，与他一起看地图。这份堪舆图展开，几乎覆盖了整个桌面，把整个白帝城囊括进去，一条条街道，一座座建筑、湖泊、桥梁、衙门等等，上面都有标记。众人一边默念着那5个字，一边搜索着相应的名字。宋霆锋忽然指着某处：“思明桥。”人们的目光随之落在他指头点在的位置，那里勾勒出拱桥的轮廓，迎头小字标志“思明桥”。另一位铜锣旋即指着另一处：“这里有一个黄伯街。”告和黄2个字则没有找到相应的地点，尤其是黄这个字太犯忌讳了，整张地图里都没有。许七安分析，线索很可能就在这2个地点中的一个。剩下2个字没有用了？其他字可能是掩人耳目，掺水掺进去的，暂时先不用管，等我们搜索这2个地方，看有没有收获再说。张巡抚挑选出6名打更人，换上便装，前去黄伯街探查情况。许七安则带上朱广孝和宋霆锋2位好基友，去思明桥探一探究竟。黄伯街离驿站不远不近，10多里路程，思明桥则足足有20多里。3人策马狂奔在宽阔的街道，沿途的阁楼宅院有着明显的南方特色，白墙黛瓦，院子里喜欢种枇杷树。枇杷是云州的特色之一。此外，百姓的穿衣风格与京城也有极大差距，这里的穿衣更加自由，到处都是小黄人儿，而在京城，明黄色的布料是皇家专用。但在云州，许七安见到好些穿明黄袍子的路人。许七安心生忧虑，虽然各地风气不一样，可朝廷对云州的管控力是不是太弱了呀？云州这边的气候可真难受啊，这潮湿阴冷。还是咱们京城好，冷是冷了些，但没这么瘆人。我今天送行商回去时，看见路人一边走一边抖。你们俩就像是北方的狼来南方冻成了2哈。许七安笑着说道。当然，练气境的武者已经不惧寒暑，他纯粹是调侃。2个人茫然地看着他，2哈是什么呀？其实在这个年代，南方的冬天比北方要好太多了。
穷苦人家冬天收集起稻草，再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就能挨过冬天。北方不同，北方很多买不起炭的贫苦人在冬天无声无息地死去，毕竟大风的北方没有暖气。再有一点，冬天南方骑马骑着骑着鼻涕水就出来了，冬天北方骑马骑着骑着鼻子就没用了。半个小时后呢，他们抵达了目的地。思明桥跨在一条小河上，是一座有2大2小孔洞的拱桥，由汉白玉雕砌而成，桥身布满青苔。三人在桥上仔细检查许久，最后许七安目光锁定了桥身外侧一块突出的石砖，两指捏着石砖缓慢地往外拽，一点点地把板砖大小的石砖给抽了出来。他伸手在砖洞里摸索了片刻，摸出了一只锦囊。果然，正是因为这个锦囊，让石砖无法的严丝合缝。真的有东西！宋霆锋大喜过望，靠拢过来催促：“打开看看是什么。”许七安打开锦囊，内里是一张纸条，展开纸条，上面写着：墨162。347-412，墨162-347-412，这2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呀？我操，周明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太花里胡哨了，可惜人已经死了。许七安盯着纸条陷入沉默。宋霆锋和朱广孝对视一眼，前者茫然道：啥意思啊？我怎么知道？许七安没好气的回复：同样是打更人，怎么差距那么大呀？看看人家一个暗子，比你们这俩货强多了，没得比，没得比啊！暗子本身就是佼佼者，各有特色，不然怎么做潜伏任务？宋霆锋不服气的辩解：咱们这些衙门里打更人，只负责武力就行了。暗子属于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或心思缜密，或聪明绝顶，而衙门里的打更人只负责暴力输出，两者是不同的。此时临近黄昏，许七安收好纸条，无奈说道：先回去吧。等待他们的，不，等待他的又将是一场头脑风暴。第235集，我12天没有睡觉了。驿站，因为黄渤街离驿站更近，去这条街探查情况的打更人已经返回，带回来令人沮丧的消息。张巡抚质问：没有发现？你们有好好探查吗？那街白日没几个人影儿，问了隔壁街的住户才知道是个狗市，只在夜里开市，这会儿根本没人。前去探查的铜锣郁闷的回复：一条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么没头苍蝇似的扎进去，能有什么收获呢？逢人就问认不认识都指挥使司的周明周经理啊？众打更人是一阵泄气，摇头晃脑。张巡抚喝了口茶，坐了片刻，坐不住了，在大堂来回踱步。黄渤街没有线索，现在只能等许宁燕那边的消息了。如果他们也没有发现，那么案子就回到了原点，他们还是原地踏步。张巡抚嘀咕道：千万要有收获呀，不然真成无头案了。他的嘀咕声一字不漏地进了几位银罗和江律中耳朵里。哎，他们回来了！门口位置的铜锣惊喜地出声，一伙人动作整齐划一地扭头望向门口，看着许七安带着2位同僚返回。怎么样？江律中连忙问。张巡抚袖袍下的手握成拳头，期待又紧张地盯着他们。许七安抽出纸条放在桌上，刹那间10几双手一起伸了过去，啪的一扔，江律中一巴掌拍开所有的爪子，急哄哄地抢过来，展开信条一看，眉头又皱了起来。这写的什么？
啊，好吧，不是打更人衙门的暗号。许七安做出了判断。我看看。张巡抚飞奔过来，劈手夺过纸条，纸张写着2组数字：末162 347 412。张巡抚陷入长时间的静止状态，脑海里闪过一本本读过的圣贤书，随后呢，排除与书中典故呼应的这个选项。这和文姑娘嫁人一样，都是欺负人的题目。张巡抚正苦恼着，看见许七安默不作声的上楼去了。宁燕，你去做什么？许七安在楼梯上回头，无精打采。回房间观想，不然我感觉自己随时会猝死啊！我12天没有睡觉了。江律中眉头狠狠的一跳，他已经知道许七安在冲击炼神境了。当初在运河上，许七安就曾问过类似的问题，如何冲击炼神境。这几天看着他黑眼圈日益加深，江律中猜测这小子可能在冲击炼神境，就是不知道他干了多少天了。12天呢，12天还没突破极限，中途还打了一架。这意味着许七安的元神潜力很大，非常大。他踏入炼神境的话，元神会得到质变。江律中自己当初晋升炼神境熬了16天，其他金罗相差不大。看这小子的样子，12天明显不是极限，不知道他能一口气撑多久。想到这里，江律中沉声说道：记得别睡着了。回到房间，许七安脱掉鞋子，在床上盘坐，边吐纳炼气，边观想巨人图，时而转换金狮咆哮图。渐入佳境，忽然听见了敲门声，他睁开眼：啊，什么事儿？宁燕，状态好些了吗？张巡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得到许七安肯定的答复后，他旋即说道：随我去参加晚宴，会一会云州官场。啊，晚宴？巡抚大人进城这么久，云州官场不可能不知道。许七安精神状态好了许多，反正也不能睡，在驿站待着无趣。好，大人稍等片刻。他穿上靴子，把放在床头的铜锣绑在胸口，黑金长刀挂在后腰，打开房间的门。张巡抚站在门外，穿着绯色官袍，身姿笔挺，气态斐然。两人相互颔首，结伴下楼，在大堂等待片刻，江律中才从院子里走进来。人员清点完毕，走吧。豪华马车停靠在驿站外，随行护卫的虎贲卫30人，打更人7人。本次夜宴地点是一处临河的大院，布政使司专门用来宴请官员的府邸，4进4出的豪宅。今夜月朗星稀，无风，虽是隆冬，但适合在后花园摆宴。身为本次晚宴的核心，同时也是客人，张巡抚特意晚到了1刻钟。这既是摆官威，也是给出宽裕的时间让主人做准备。抵达府邸门口，这里早已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和轿子，或华丽或简陋的座驾，代表着一位位官职不一的大老爷们。在侍从的带领下，张巡抚一行人来到前厅，看见了穿各色官袍的云州官员们，林林总总100多位，其中就有许七安今日见过的云州知府。哈哈哈哈哈！巡抚大人。爽朗的笑声中，一位穿飞袍、留长须的官员迎了上来。布政使大人。张巡抚笑着拱手。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啊。许七安审视着云州布政使，他颧骨略高，眼睛狭长，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给人市侩精明的感觉。
你是宋霆锋失散多年的老爹啊。对了，没记错的话，这位布政使也姓宋啊。许七安的嘴角勾起，布政使引着张巡抚逐一介绍，许七安目光追随着，把在场的官员牢牢记在心里。这位是咱们云州的都指挥使杨大人。宋布政使来到一位儒将风格的中年男人面前，周围的声音一下子小了许多，一双双目光停留在张巡抚和杨川南身上。两位朝廷大员彼此审视片刻，齐声大笑。张巡抚，久仰久仰。气氛顿时又轻松起来，官员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怎么有种千钧一发的错觉？有那么一瞬间，许七安都以为场面会陷入僵凝，或者双方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绵里藏针，这才符合官场老阴阳人的形象。结果竟如此和谐。布政使当即说道：巡抚大人，晚宴已经准备妥当，咱们一起去后院。一州之地，级别最高的3个衙门分别是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其中提刑按察使司隶属于督察院，因此提刑按察使在张巡抚面前最像个狗腿子。来到后院，众官入席，主桌这边发生2个有意思的插曲。第一个插曲，张巡抚招了招手：宁燕，过来本官身边。第236集晚宴和琵琶。主桌总共是10个位置，一个唾沫一个钉，该做什么人能做什么人，在官场有着严格的规矩。众人顿时看向叫做宁燕的年轻人，他穿着玄色制服，披着短披风，胸口绑着铭刻暗纹的铜锣，后腰悬着一口特殊的与制式佩刀不同的修长战刀。眼光老辣的人只是看这一口战刀就意识到这位铜锣身份不同寻常，无论在哪里能搞特殊的人就不会是普通人。不少官员暗暗留意了许七安。第2个插曲是都指挥使杨川南挡住了一位入座的官员，指着自己的位置说道：有位朋友要来。那位官员一愣，而后想起了什么，竟恍然大悟般的一拍脑袋，毫无怨言的去了其他桌。朋友，不是某位大人，而是朋友。许七安正襟危坐，张巡抚低声说道：宁燕，今日说的那个字谜。巡抚大人，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转变思路。怎么说？您就是太正经了。身为督察御史的张巡抚，在京城官场属于清贵，言官嘛，自然是清贵的。要换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官场混子，早就秒懂了。张巡抚正要说话，余光瞥见了一个身披青甲的妙龄女将军进来，她身段高挑，娇躯比例堪称完美，扎着高高的马尾。又漂亮又帅气的军娘。许七安眼睛猛地亮起来，心说：哎呦，云州还有这般姿色极品的美军娘，这一身打扮可比什么 JK、 黑丝、护士、空姐要诱人多了，不是一个档次啊。美军娘径直去了主桌，坐在都指挥使杨川南身边。张巡抚审视着军娘，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云州官场的人物名单，发现无法对号入座。他好奇，这位是？杨川南笑道：大家想必都没有听说过飞燕女侠的大名，她叫李妙珍，是本官聘用的游骑将军。这1年多来啊，四处剿匪，屡立战功。若是论功行赏的话，本官这个都指挥使的位置就得拱手让人了。他的话引来众官员一阵表态，对这位女将军赞许有加。张巡抚没有表态，只是点点头。
杨川南聘用的游骑将军，也就是说没有编制啊，不属于正规的朝廷将领。许七安审视着美君娘，心里一动。2号也在云州，也热衷于剿匪和喷远景帝。他说过自己不是朝廷中人，我还曾称赞过他侠肝义胆。而这位小姐姐叫飞燕女侠，飞燕女侠。在运河之上聊天时，2号力挺杨川南，与他关系匪浅，他不会就是2号吧？许七安不动声色地喝茶，不着急，慢慢再找机会试探。地叔聊天群里现在可以确认5号和2号都是妹子，2号颜值很能打，制服诱惑可以的，不知道5号颜值怎么样？南疆的小蛮妞。2列穿彩衣路相间的舞姬入场，在乐师的伴奏中翩翩起舞。云州没有子阳居士，因此大家都不抬举许七安，话题围绕在京城和张巡抚身上。呸！官场应酬着实无聊，浪费时间。李妙珍不动声色地打量巡抚一行人，他重点放在姜律忠身上，知他是位金罗4品武夫，但擅长什么，性格如何，一概不知。年岁不小，但气血似乎正值巅峰，不知道擅长什么兵器，养出了什么艺。宴会结束后问一问3号。李妙珍低头喝一口酒，旋即开始审视许七安。他气息内敛，看不出气机深浅，但铜皮铁骨境的武者，体表偶尔会有神光闪烁，而此人没有，顶多是个炼神境。双眼中难掩疲惫，眼带浮肿，一副被酒色掏空身子的色胚模样。此人要么是打更人衙门某位大人物的亲戚，要么是张巡抚的亲戚。听杨川南说过，督察院归魏渊管，张巡抚把自己亲戚安排在打更人，合情合理啊。晚宴在和谐的气氛中走入尾声，下人们端上来一盘盘色泽暗沉的枇杷，饱满大颗。这季节还有枇杷？许七安捏起一颗不怎么新鲜的枇杷，剥皮尝了尝，酸酸甜甜，滋味很不错。最主要的是，竟然没有核。巡抚大人尝尝，我们云州的枇杷可谓是一绝呀！成熟于春末夏初，京城可吃不到这么爽利的枇杷。枇杷成熟后便一直保存在冰库里，每10日挑拣一次变质的，到了现在所剩不多了。宋长府宋布政使热情地抓了几颗放在张巡抚面前，张巡抚吃了一粒，惊奇地瞪大眼睛。竟然无核！宋布政使笑而不语，其他官员也笑了起来。张巡抚颇为惊奇，无核的枇杷他是第一次吃到，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不可置信。世上竟然有无核的枇杷，妙啊！这算什么呀？你要吃了无籽西瓜，岂不是要感动的泪如雨下？许七安心说。张巡抚呢说道：这无核的枇杷是云州的特殊品种，本官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非也，只因枇杷树受过白帝庙的香火气息加持，因此才结出无核枇杷。是啊，此乃我云州吉瑞啊！宋布政使笑着：云州本就是得天独厚之地，受白帝诏福，风调雨顺呐。众官员立刻吹捧起来，给张巡抚灌输云州祥瑞之地的思想，众志成城。张巡抚陷入沉思，他品出味道来了，但猜不透枇杷无核的玄奥之处在哪里，谨慎的没有反驳。宋布政使又剥了一颗枇杷递过来，笑着问：巡抚大人，您说是不是？张巡抚无奈：宋大人所言。宋大人此言差矣。冷不丁的，许七安开口打断。
主桌以及其他桌的官员看了过来，凝视着许七安。低头吃菜的李妙珍心里很不屑，他是知道原因的，只是他如今站在云州官场这边，因此没有拆穿宋不正时。他抬起头盯着出言不逊的许七安，想听他会说些什么。宋不正时皱了皱眉，看向差不多被自己忽略了的铜锣，笑容不变。这位大人有何指教？许七安放下酒杯，缓慢咀嚼嘴里的食物，咽下，这才拿起一颗枇杷。原理其实简单，只需在枇杷花期拔掉花蕊中心一须，结出来的枇杷便不会有核。布政使大人，下官所言可对。席上一下子寂静了，四周的云州官员脸色僵硬地看着他。宋布政使神色倏然凝滞。第237集，宁烨干得好。在这个时代，结出无核枇杷的法子绝对可以称之为秘术，可对于有好好学习初中生物学知识的许七安来说，这不过是基操而已。他甚至还知道，可怜的植物想要传宗接代，不得不请蜜蜂这位隔壁老王帮忙授种。场面一下子有些僵凝。许七安的这番话着实让众官员措手不及，难以置信。要知道，他们当初了解到枇杷去核法子，那叫一个拍案叫绝呀！岂料竟然被一个小小铜锣给一语道出。李妙珍睁大了美眸，重新开始审视小铜锣。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猜错了，这个铜锣或许是个被酒色掏空身子的色胚，但他不是酒囊饭袋，有几把刷子的。能被张巡抚安排在主桌，看来是有几分本事的。李妙珍收起了轻视之心，旋即就意识到自己还是小觑他了。其余的银锣铜锣被安排在其他桌，为什么这小子能坐在巡抚身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有几分本事能解释了吧？其他的银锣铜锣就不是人才了吗？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妙珍幸灾乐祸地冷笑一下，他乐得宋布政使吃瘪。即使以宋布政使炉火纯青的官场修为，心中的羞耻依旧翻涌不息。先前说的天花乱坠，又是白帝庇佑，又是香火熏陶，结果呢，当着众人的面以及巡抚的面被硬生生的揭穿。宁烨，这种微末伎俩，宋布政使自然会与本官说明，你多什么嘴？张巡抚训斥道。他表面训斥许七安，其实绵里藏针的暗讽宋布政使。不知这位大人高姓大名啊？不过有了巡抚大人的打岔，布政使大人终于缓过劲儿来，脸色不变地问道：下官姓许，名七安，字宁烨。此子颇有才华。张巡抚抚摸着胡须，笑吟吟地抬了下许七安。果然，众官员又把挪开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他身上，思忖着这个铜锣的身份以及他在巡抚队伍里的地位。原来他叫许七安，哎，这个名字好耳熟啊！李妙珍略一思索，想起许七安是谁了。他记得3号曾经提过此人，并对其赞誉有加。是他呀，能得3号这般看重，果然不凡。一场尴尬被宋布政使强行化解。他随口介绍着云州的风土人情，绝口不提枇杷的事儿，证明心里还是非常介意的。张巡抚喝到微醺之时，晚宴便散了，没有酩酊大醉，也没有不长眼的提议去教坊司耍耍，否则宋廷锋一定很高兴。这种格调的晚宴反而不会有太纸醉金迷的行为，就像朝堂的诸公们几乎是不去教坊司的。人到了一定的位置，身份会推着你去顾忌形象，即使你是个巨贪，你表现出来的外在形象也得是伟光正的。就拿许七安来说，他现在可以尽情的白嫖，因为他年轻，身份也低微。
可当他有朝一日位高权重，他就得付钱了。离开府邸，张巡抚与众官员在府邸外作揖分别，然后上了马车，扬长而去。马车行驶出一段距离后，他扬起车窗的帘子赞许：“营燕，做得好。”许七安知他指的是琵琶无和之事，小事一桩。张巡抚啧啧两声，交谈时语气越来越随意，没有了官架子。你竟然连农桑之事也精通？不等许七安回答，前头的姜律中笑着插嘴：“他甚至精通炼金术，不比司天监的白衣差。”啊，你把我的钵给我装了，那我装什么呀？许七安纠正：“错了，司天监的白衣得喊我拜师。”三人哈哈大笑。许七安呢，顺势问道：“大人今日为何如此和气？”张巡抚回头望了眼已经看不见的府邸。这云州当以宋布政使为主，他与杨川南不和。许七安回忆了一下，是有点冷淡，但那杨川南对谁都冷淡。哼，这说明云州官场大部分人都姓宋。请大人指教。三司之中，以都指挥使司权力最大，但刚才迎接本官的是宋布政使，虽然布政使理当在这样的场合出面，可你仔细想想，他率先给本官介绍的是提刑按察使，而非都指挥使。显而易见，这两人关系不睦。本官在席上留意到，杨川南大多时候保持沉默，布政使才像个主人翁。哼，这在官场上可是很讲究的东西，不容越俎代庖。营燕，学着点儿。我一个武夫，学这些干嘛呀？许七安呢，暗暗记了下来。还有，我现在回过味儿来了，知道为什么姓宋的要在宴上送琵琶吗？装逼呗。许七安摇头，不知道。但凡是有好奇心的都会追问，他不答，算是给我一个不轻不重的下马威。哼，再就是给我一个暗示，除掉一人，云州可安，正如那琵琶。除掉谁？不言而喻。你们当官的至于吗？一天天的就知道勾心斗角。许七安头疼的捏了捏眉心。魏公说的对，我果然不适合官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半给扶乡，一半留着修行，再没那么多精力混官场了。许七安一副头疼的模样，让张巡抚开怀大笑，心态一下子平衡了。巡抚大人，不如咱们再来猜一个字谜。许七安似笑非笑。张巡抚下意识的想拒绝，但感觉自己读书人的尊严被挑衅了，眉毛一扬。你说，女人生孩子，猜4个字。许七安笑眯眯的。张巡抚脸色渐渐僵住，渐渐茫然，渐渐的无能狂怒，然后放下了车窗的帘子。姜律中和许七安齐声大笑。哼！马车里传来巡抚大人的冷哼声。第238集，2号的提问。另一边呢，都指挥使杨川南进了马车，刚放下帘子就被重新掀起，扎着高马尾英姿勃勃的李妙珍上来了。杨川南皱着眉：众目睽睽之下，你进我马车，不怕名节受损？江湖儿女不在乎这些。李妙珍摆了摆手：我来问问你情形。那个巡抚似乎还算客气，没准只是走走过场，你要不要花点银子打点打点啊？他知道大凤官场的规矩，有银子就是朋友，没银子亲兄弟也照样是铁面无私。杨川南摇了摇头：
给御史送银子，嫌死的不够快啊。倒是可以考虑将他们尽数斩杀在云州。李妙珍呢，翻了个白眼。你觉得这位巡抚大人如何？中庸。那好呀，他越无能，你越安全。中庸不代表平庸，不露爪牙的才是最危险的。可能人家已经在暗中积蓄着给我致命一击了。那位铜锣需要注意。早已知晓许七安不同寻常的李妙珍秀眉一扬。你看出什么了？车轮粼粼，杨传南掀起晃动的窗帘，看了一眼外头的夜色，做思索状。他的佩刀与其他打更人不同，却一样是刀，非其他武器。据我所知，打更人的佩刀来自司天剑，属于半法器范畴。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此人佩戴的是把法器。李妙珍点了点头。能使用法器的，要么身份不一般，要么与司天剑关系不一般。气态也不对，我观察过他，尽管不说话的时候很老实很拘谨，但其实对张巡抚也好，对宋长府也罢，都没有太大的敬意。这可以理解为武者的桀骜。不过练气境的能有这份桀骜，实在是难得。至于江律中四品金罗，反而没什么好说到的，忌惮就对了。返回驿站，还得继续爆肝修仙的许七安，在宣纸上写下了周民留下的2组暗号。到头来还是我一个人背起所有。炼神境这个晋升模式搁在我那个时代肯定大受欢迎啊，宅男们干到天荒地老，干到头发掉光，干到女朋友留下心理阴影。哼，他们没有女朋友，那没事了。老姜说过，武夫是一步步提升自身，最后成为神魔般可怕存在的体系。炼精境和炼气境更像是我上辈子看过的武侠电影，而且还是低武。但炼神境以后层次就拔高了，炼气境还是得吃饭睡觉。我怀疑炼神境可以长时间不眠不休，这就已经非人类了。许七安的猜测是有道理的，炼精境打熬体魄，让武者可以高强度战斗；炼神境淬炼元神，晋升方式是爆肝熬夜。一旦顺利晋升炼神境，肉身和元神都可以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不眠不休。包括武者体系在内，各大修行体系都是循环渐进的，每一个品级都在为下一个品级打基础。比如术士体系，医者这个品级是为旺气术做铺垫，旺气术则是为风水师打基础，而风水师的强化版是阵法师，逻辑性很强，给人一种不玄幻、脚踏实地晋升的感觉。他的思路重新回到案子。暗号不是打更人衙门的，应该是周民自创，这就有点离谱了，谁猜得出来啊？难道就好比我留一个暗号，枯叶雏菊离沙薄，落花漫天海亦随，放眼九州市上不可能有人对得上来。今天侧写太频繁了，脑细胞耗损严重，可是又不能睡觉无聊啊。如果福香在就好了，我们可以愉快地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运动，但是我可能猝死在他白花花的肚皮上。就在这时，他忽然心悸了一下，差点猝死，连忙深呼吸，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地书碎片，满腔愤怒的准备喷尸哪个大傻子大半夜的不睡觉还水群。定睛一看3号，我有些事想问你，你可以提一个条件作为交换。2号是那个军娘，我正愁没机会试她呢。许七安以纸代笔输入信息，我想先听听你的问题。巡抚队伍于今日抵达了云州，我想知道关于江律中的信息，他的意，他的性格，他的弱点等。几个意思啊？许七安吃了一惊。
2号是把老姜当做了假想敌了？不是真正的敌人，于是开始搜集信息，准备战斗。先不说老姜和我交情不错，就算没有交情，我也不可能把他的弱点告诉你啊，毕竟我自己也在巡抚队伍里。抱歉，我不可能向你透露巡抚队伍的任何信息。许七安回复之后，思维发散，联想到了更多的东西。2号收集疆域中的信息，明显是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这是2号自己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杨川南的支持？倘若是后者，那说明一旦东窗事发，杨川南很可能会采取过激的举措。2号一时无言，聊天群里陷入了僵宁。就在这僵硬、尴尬的气氛中，以前的读书人，现在的剑客4号冒泡了。2号，杨川南涉嫌勾结山匪，输送军需，这等同于谋逆。3号是读书人，岂会帮你助纣为虐？我辈读书人是非曲直，小节大义，心里清楚着。没错没错，我辈读书人就是这般壮志凌云。许七安用力点头，深以为然。抱歉，是我唐突了，我并没有要对巡抚队不利的想法。但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备战的准备。2号，我知道你对朝廷有很深的偏见，但你做事过于感情用事，杨川南冤枉与否，得查了才知道。没错，我也觉得2号太偏激了。听你们刚才聊的内容，巡抚队伍刚到云州，人家还没开始查，你就想着要打人家了。5号就属你最没就属你最没资格说这话吧。众人在心里吐槽。2号没有再说话，似乎有些生气了，因为天地会成员都在怼他，不支持他，就连他向来很有好感的3号也态度摆得很明显。到现在，许七安几乎可以确认军娘就是2号，脑海里闪过对方帅气又美丽的瓜子脸，他叹息一声，输入信息。姜律中是4品金罗，擅长的是拳艺，至于性格没什么太大的特色，因此也不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信息都是很浅层的，不涉及机密的东西。性格确实没有太大缺陷。许七安认识的金罗里，气质阴柔的南宫倩柔，面瘫男杨艳，冷傲锐利的张开泰，与这些人相比，姜律中性格更中庸，没有明显的特点，但也意味着他没有较大的破绽。第239集，我已经推断出3号的真实身份。多谢了，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更不会无故伤害朝廷巡抚。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打听一个叫做许七安的人，3号你曾经说过此人的。你连我都要打听，你是不是想刚我呀？许七安一下子警惕起来，没有立刻回答。就在他打算拒绝时，默默窥屏的1号竟然出现了。我可以给你关于此人的所有信息，但你要等价交换。突如其来的背刺啊！不是，你贩卖我的信息得到我的允许了吗？我同意了吗？你就光明正大的卖。许七安手指触碰到镜面，又收了回来。怎么办啊？怎么阻止啊？阻止1号？他会买账吗？1号喜欢窥屏，比较神秘，虽说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但这依旧囊括了很多很多人，而这些人里没一个是我能应对的。再者，以什么理由阻止啊？许谦的事和我3号有什么关系？我3号凭什么阻止啊？除非自保身份。可是我之前那么夸赞铜锣许七安，现在被赤裸裸的揭穿，我会羞耻到原地爆炸的，没法做人了。思考之后，许七安打算静观其变，先看看1号怎么说，再就是看看2号的态度。若2号只做简单了解，或1号只透露浅层信息，那就不用理会。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欠着。没问题，请说，我会根据你透露的消息来判断价值。许七安此人
原本是京城富郭县长乐县衙的一名快手，位卑言轻，没什么特殊之处。直到3个月前，其叔父押送税银途中不慎丢失税银，被判斩首。陛下余怒未消，将许家3族连坐，流放边陲。但谁都没想到，税银案事发后的第3天，案子便告破，许七安无罪释放。听到这里，南疆的小蛮妞5号忍不住感慨：运气真好。他刚说完，就遭到1号的反驳：不，税银案就是他解开的。仅凭卷宗身处大牢，解开了让府衙、司天监以及打更人头疼不已的税银案，是个人才。天地会成员心里同时浮现这个念头。原来如此，怪不得他能坐到张巡抚的身边，怪不得他能一语道破吴河琵琶的秘密。此子纵使是个好色之徒，但不能否认他有很强的破案能力。他是冲着杨川南来的，冲着打更人案子死在云州这件事来的。2号恍然大悟，明白了，感谢你的回答。你以为他的能力仅限于此？什么意思？这位叫许七安的铜锣还有其他战绩？天地会众人精神一振，等待片刻，果然又看见了1号的传书。前阵子3号不停提及的桑坡案，你们知道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是谁吗？也是此人。桑坡案之前，许七安参与一场犯官抄家行动，因不满上级凌辱犯官家眷，一怒之下刀斩银罗，险些将其斩杀当场，而后入狱，被判腰斩。4号、5号2人肃然起敬，2号眸子微微一亮，忽然对许七安这个铜锣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是对其人品的赞赏。侠肝义胆的飞燕女侠，最佩服路见不平拔刀出手的江湖豪侠。许七安此人虽是朝廷爪牙，但这并不会降低他的成色。1号继续说道：因其破案能力出众，桑坡案发生后，陛下命令他接受此案，容许他戴罪立功。此人精明聪慧，在查案过程中顺带破了平阳郡主失踪案。这件事你们也知道，3号曾经说过。不过桑坡案一度陷入僵局，若非2号你找到金吾卫保护周赤雄，许七安难逃腰斩结局。如此说来，你其实对他有恩。看到这里，许七安不得不出面说些什么。是的，不过他并不知道你的存在，只对我感恩戴德。好羞耻啊！接着1号又讲述了许七安救出其党与巫神教勾结，扶持云州山匪的内幕。这件事竟是因他而起。2号心里无比复杂。听到这里，他差不多明白事情的始末，也知道晚宴上见到的那个铜锣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出众，是个不可忽视的厉害人物。除此之外，许七安精通炼金术，与司天监的白衣交情匪浅。他未加入打更人之前，因为周侍郎公子的报复，进过刑部大牢。但司天监白衣和白鹿书院大儒的搭救，他安然无恙地离开刑部。与司天监白衣交情匪浅。2号想起了许七安独特的佩刀，微微点头，自己的猜想得到了印证。等等，白鹿书院大儒出手搭救。4号的反应太敏锐了吧？许七安咽了口口水，有种自己很快就被人肉出来的危机感。1号查过我，这可以理解，毕竟我在京城那段时间，因为桑坡案和税银案一度名声鹊起，成为京城官场关注的对象。不过1号对我的了解都是在我加入打更人之后。想到这里，许七安心里一动，试探道：周侍郎公子报复，没记错的话，税银案的幕后主使就是周侍郎。只不过许七安运气实在太好，周公子因为劫掠张家庶女遭遇了清算，
在打更人衙门里安插间谍的白鹿书院理所应当知晓税银案幕后真相。许七安想试探的是1号知不知道自己陷害周丽的行为。让他失望的是1号并没有回答，似乎默认了许七安运气很好这个说法。白鹿书院大儒之所以救他，有2个原因：一，此人写过一首诗，赠给紫阳居士；二，他的堂弟是白鹿书院的学子，已经考取举人功名。许七安的堂弟是白鹿书院的学子，并考取了举人功名。许七安为了戴罪立功，不得不接手桑坡案。而那段时间，3号对桑坡案非常上心，最后甚至不惜花数百两银子，请2号将周赤雄押解入京，交给白鹿书院。3号和许七安是什么关系呢？与那位堂弟又是什么关系？4号精神一振，感觉自己发现了滑点。他为这个发现而兴奋起来，并积极地开动脑筋，展开其他联想。当初桑坡案剑气冲霄，3号很快就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祭祖时，打更人就在桑坡近处守卫着。白鹿书院欲在打更人衙门安插碟子，如果这个碟子是书院学子的家人，那么信任方面就能得到保证。懂了，3号就是那个堂弟，许七安的堂弟。4号忍不住想狂笑，这样的话，他开春后去京城就不用大海捞针了，可以目标明确的去见3号那位堂弟。第240集，大凤的国师是胡妹子。还有吗？不知道是不是涉及到了3号的身份，天地会众成员们竟然自动忽略了堂弟是白鹿书院学子这么至关重要的信息。哼，你们这么默契地保持沉默，反倒让我觉得心虚啊。许七安等了一下，想等5号揭穿他，以此来确认天地会成员的态度，但是5号呢，也竟罕见地保持了沉默。5号还是个孩子，不要对他要求那么多。许七安思索之间，1号回答了2号的问题。此人深得魏渊信任和看重。深得魏渊信任和看重，简短的一句话，在天地会成员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魏渊这个名字，不仅在大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使在九州也是极有分量的。除了不会修行，魏渊堪称全才。当然，琴棋书画这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的小道。魏渊真正让九州各大势力侧目的是他领军打仗的统御之才。魏渊原先是宫中的宦官，因为下棋水平高超，得到元景帝赏识，从而提拔。元景13年，镇守北方的独孤老将军逝世，3大蛮族部落集结6万大军入侵边境，半个月内席卷边境3000里，烧杀掠夺，赤地千里，伏尸无数。朝廷紧急调兵遣将，才遏制了蛮族的汹汹之势。但是战局依旧不容乐观。后来的镇北王在当时还是个刚崭露头角的亲王而已。当时还是励精图治的元景帝头疼之际，魏渊请战了，他立下军令状，3月之内若不能驱除蛮族，以死谢罪。年轻的元景帝很有魄力，当即委任魏渊为兵部侍郎兼左都督，统帅5军。魏渊果然不负皇恩，1个半月便杀得蛮族丢盔弃甲，只剩5000多残部逃回北方。这段君臣之义至今还常常被拿出来津津乐道。魏渊的战绩不仅如此，最著名的就是19年前的山海战役。当时的镇北王已然是名震天下的高手，然而他依旧只能当魏渊手中的利刃，被驱使着杀敌。3军统帅仍然是这位威震天下的大宦官。
山海关在于西域边境，北方蛮族南下，南疆各族北上，在山海关与大凤还有佛国联军死战，半年之中100万生灵灰飞烟灭，是历史记载中罕见的惨烈战役。而作为大凤左都督的魏渊，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举世无双的统御之能。我真傻，真的，我仍然低估了这个许七安。此时已经脱去轻甲，穿着白色礼衣，盘膝坐在绣床的2号李妙珍喃喃自语：如果我没猜错，白鹿书院清气冲霄的原因在3号身上，3号极有可能是许七安的那位堂弟，许七安本人又得魏渊如此看重，这再过几年京城就要出现一个显赫世家。4号内心感慨万千，离京多年，有种物是人非的怅然。等众人消化了这则消息，1号继续说道：他的弱点很明显，好色。此人在京城时时常流连教坊司，与多位花魁有染。2号，你若想对付他，不妨使用美人计。我没有，我不好色，你别冤枉我。许七安首先否认3连，不承认自己是个好色之徒，然后略显心虚的在心里辩解：我流连教坊司不是好色，只是想让多巴胺冲进大脑，填补我空虚的灵魂。哼，1号真可恶，不但私自贩卖我的消息，还诋毁我的人品。他有些反常，不符合平时的作风。许七安以指代笔，刚想为许七安辩解，忽然又想：许七安是好色之徒，跟我3号有什么关系啊？我该网恋还是要网恋的，不影响我撩2号和5号。当然，2号的颜值已经有我这位阅女无数的老司机背书，很值得撩。5号还有待考证。哼，你不必试探，我也没隐瞒我的性别。不过色诱是个方向，我手头上正好有位倾国倾城的妹。传书的同时，2号回忆起了许七安深深的黑眼圈，再加上1号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是个资深的好色之徒。性格上有很大缺陷，尽管他聪明，但男人嘛，有时候下半身比脑子更有决定权。2号的嘴角一挑，1号显然并不了解我。许七安觉得自己并非是好色之徒，他只是和大部分男人一样喜欢睡美人，且并不纵欲。这时4号忽然感慨着传书：许七安此人心机深沉，善于隐忍，美人计恐怕对他不奏效。一下子吸引了天地会成员们的注意。何以见得？1号所言非虚的话，许七安明明能力出众，却甘心做了多年的快手，平平无奇。直到税银案关乎自身安危，他才冷静果断地出手。随后加入打更人，屡破奇案，屡立功劳，与当快手时的表现截然不同。他恐怕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吧。加入打更人，才是他大展宏图、一飞冲天的舞台。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4号真是国际级理解。许七安险些掩面，有道理。众人深以为然，认同4号的分析。许七安此人的形象在脑海里愈发鲜明清晰。许七安是个好人，贫僧不希望他在云州出现意外。2号，希望你别伤害他，更别让云州都指挥使伤害他。沉默许久的6号突然传书，2号和6号关系还算不错，纳闷传书：怎么，你也和他有交集？我与他在桑坡案中相识，他知道养生堂之后，前后后借了我40多两银子，
并且承诺每天无偿资助贫僧3000银子。离开京城时，托人送来了20两银子。这一刻，众人心里不禁感慨，人心真是复杂呀，这样的人竟是一个好色之徒。我明白了，我会尽可能的保证他的安全。多谢。好半天没人说话，就当许七安以为没素质的群友又下线时，5号传书过来。那个3号啊，你说的打包送大粪公主和国师还算数吗？许七安顶着这条传书愣了许久，心说这肯定不算啊，你连口嗨都分不清吗？呵，等我成为1品强者再说。哼，我就知道你是骗人的。我大兄这些天总是烦我，向我打听大粪公主的消息，还问我公主与国师孰美。既然是这个话题，那许七安愿意与他多聊片刻。传书说道：大凤公主总共4位，长公主怀庆和2公主林安是拔尖的美人，至于国师我并不清楚，闻其名未见其人。他思考之后，觉得白鹿书院的学子应该是见不到国师骆玉衡的。国师自然是很美的，我觉得要胜过2位公主一筹。但凡见过国师的男人都会沉迷她的美色之中。哦，你们大粪的国师是狐妹子。混账，就是狐妹子。就算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是国师的原因，而是仁宗的隐秘，我不方便多说。切，有什么不能说的？仁宗，顾名思义，此派修行与人间气运有莫大的干系，修行到一定境界，便会被7情6欲缠身，因此骆玉衡会在无形中勾起男人的欲念。上一代的仁宗道手原本有机会踏入1品，他将灵宝冠迁徙至京城，欲借人间气运成就1品，但监正不同意，这才无奈陨落，未能渡劫成功。到了他女儿骆玉衡，恰好元景帝沉迷修仙，又是个身冠，只需与元景帝双修，假以时日，突破1品不难。可我记得金莲道长说过，骆玉衡并未与元景帝双修。许七安恨不得艾特金莲道长，让他跳出来证实骆玉衡还是完璧之身。金莲道长可能大半夜的出去抓耗子吃了，没有回复他，是4号跳出来解答的。的确，国师未曾与元景帝双修，原因未知。本集已经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